他们根本就不讲在一起的快乐，不讲在一起。我如果那么能骗人，他们为什么这照顾我？视频中的女子扎着两小辫，身材娇小，天生娃娃音。她自称自己只有15岁，是一名患有绝症、酷爱音乐的残疾少女，但实际上她已经36岁了，而且还结过1次婚。网友们戏称她为现代版的天山童姥，她就是刘安彤。我一直是把她当成一个16岁的小女孩来看，那一看就是说50的都有。更离谱的是呢，她还说自己是转世灵童啊，笔仙判官经常陪着她。我用过假肢，我用过判官，我过离婚，反正我搞过一些恶作剧。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咱们就来说一下刘安彤的故事。2003年，在北京前门附近的地下通道里，这里经常有一个卖唱的小女孩，她就是刘安彤。她总是留着2个小辫，手里抱着吉他，眉间有一个红点，稚气的声音却唱着忧郁的歌曲，引来了很多路人驻足观看。旁边放着双拐，说明女孩是一名残疾人。通过聊天呢，人们得知了刘安彤的身世。刘安彤1988年12月出生于内蒙古，母亲生他的时候难产去世，因为他是私生子，所以呢也不知道父亲是谁。刘安彤是一个没有妈没有爸的孩子，后来被石家庄的田妈妈给收养了。13岁时经常晕倒，被确诊为病毒性再生障碍贫血。掉头发，我一梳头我就掉一把头发。刘安彤说他在治疗过程当中，因为腰部受药物的影响，导致左腿残疾，所以只能拄双拐走路。虽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但是刘安彤对音乐很感兴趣，自学了吉他，而且呢，他说自己用了3年的时间创作了300多首的歌曲。后来为了看病，他孤身来到了北京，经常抱着吉他在地下通道里卖唱。刘安彤幼小无助的外表以及他的歌声和悲惨的故事让人印象深刻。看过他之后，我很受鼓励。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弱小的生命还在顽强的这么挣扎着生活着，促使我想找到安彤，想给他一点帮助。很多好心人主动给刘安彤提供帮助，于是刘安彤在北京认识了很多好心的大哥哥大姐姐，他们都很喜欢刘安彤，照顾他，给他钱花。我曾经的哥哥和现在的哥哥，他们都带给了我一种生命的力量。残障女孩刘安彤的故事也很快被媒体争相报道。2003年7月21日，北京娱乐新报报道了刘安彤的故事，更多人开始关注刘安彤，并且给他提供帮助。有了这些大哥哥大姐姐的帮助呢，刘安彤的生活变得衣食无忧。2003年9月，刘安彤受邀参加了河北省电视台的综艺节目。在节目当中，刘安彤唱歌跳舞，讲述自己悲惨的身世，感动了很多人。节目播出后，各种爱心捐助从全国各地送来，社会各界的好心人纷纷给刘安彤捐款。一位来自北京的王女士得知刘安彤的故事，非常的感动。得知刘安彤没有住处，她就出资帮刘安彤租房。刘安彤走路不方便，王女士花了1万元给刘安彤买了轮椅，另外还经常邀请刘安彤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但是后来呢，有人告诉王女士，刘安彤并不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并不需要帮助。王女士刚开始还不相信，直到后来发现刘安彤把自己给她买的新轮椅转手卖掉了。从此呢，王女士就不再给刘安彤捐款了。不过除了王女士之外呢，想要帮助刘安彤的人还有很多。就是2003年刘安彤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石家庄艺术学校的校长在现场表示可以破格录取刘安彤到学校里学习。对于你这样比较特殊的学生，我们有责任伸出我们热情的双手。有人呢还垫付了学费，并且学校还免费提供了2室1厅的宿舍。在学校的第1个月里，刘安彤的表现还算是正常，但是呢，从第2个月开始，刘安彤就经常晕倒昏迷，而且不用送医院，只要有学生在他的床边给他唱歌，他就会在歌声当中慢慢醒来，搞得呢，经常有一大批的学生在他那里排着队给他唱歌。而且呢，刘安彤在学校的花费也很多，比那些家庭富裕的孩子花钱还要厉害，根本就不像一个穷苦家出来的孩子。他的花销一方面很大，另一方面呢就对不上账。
它的花销远远超出了一个富孩子花钱的这样一个数量。刘安彤仅仅在学校待了3个月，在学校那里要不到钱之后呢，就离开了学校，而且呢还拐走了2个好哥哥，让这2个好哥哥也退学跟他一起到北京照顾他。回到北京之后，刘安彤又认识了其他的好心哥哥和姐姐，其中侯耀华和刘爱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和刘安彤同吃同住，接下来的时间里，刘安彤的各种开销基本上都是这2个人支付的。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刘安彤也慢慢的淡出了群众的视野。在2008年，刘安彤因为诈骗罪被告上了法庭。视频当中可以看出，刘安彤的容貌苍老了很多，但是声音和说话的语气依然像个孩子。我想给您唱个歌。听后咱法庭并不是说音乐表演。控告刘安彤的正是他好心的哥哥侯耀华和热心姐姐刘爱，2个人说被刘安彤骗了10几万元。从我相信他，到怀疑他，到最后真正的看透他，安彤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骗子。2个人还说刘安彤不光骗他们钱，而且呢，刘安彤还整天神神鬼鬼的，挺吓人的。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就看到跟他在一起的人，就张坤，咵一下一盆牛奶就泼在安彤身上，然后呢，安彤就开始沁笔仙，他会用刀片拉自己的手指，每个手指全部都拉，然后就弄血，然后这个血和酸奶拌在一起，然后张坤就会把这个血和酸奶拌的这个东西喝掉。刘安彤不只是媒体报道的励志残障女孩，还是一名神神叨叨的神婆。她经常无缘无故的晕倒，浑身僵直，只有手可以动。这时呢，她身边的另一名哥哥就说刘安彤这是被笔仙上身了，马上呢递上了笔和纸。昏迷的刘安彤呢就在发癫当中写下一些文字，大概的内容呢是：别怕，我是笔仙，刘安彤现在很危险，你们得赶紧叫醒他，不然呢会有生命危险。醒来的刘安彤就会告诉新来的哥哥姐姐这是笔仙上身了，而且呢他还透露了一些天机。刘安彤说自己是七仙女中的老七的孩子，是转世灵童，他是个童身，身份很特殊，投生在这人间。正因为他这个特殊的身份，他会有很多的灾难。自己天上的妈妈，也就是七仙女，其他的鬼怪都想吃他的肉成仙。因为从小呢鬼怪缠身，所以他体弱多病，只有护身符才能镇得住这些鬼怪。那么他的护身符是什么呢？那就是钱，现金。而且呢钱越多越好，越多能够镇压的效果就越好。可能是刘安彤的演技不错，也可能是当时的氛围太好了，侯耀华和刘爱呢都相信了刘安彤。侯耀华为了照顾这个可怜的妹妹呢，也干脆搬了过来，成为了众多哥哥中的一员。一天，刘安彤对侯耀华说自己不小心让身体开了光，现在呢是回光返照的状态，天上的神仙马上就来接自己了。如果想要救他的话，就得准备1万块钱放在他的枕头下面。侯耀华情急之下只凑够了8000元，剩下的钱呢还是找刘爱一起凑齐的。还有一次，刘安彤笔仙上身，笔仙告诉刘爱说：“刘爱，你做错了事情，现在大难临头，生命有危险，得赶紧拿5万元来破财消灾。”说我做错事情了，要导致他什么生命有危险，所以呢，就是让我必须拿5万块钱。然后呢，这个笔仙呢就可以替上天在刘爱的眉心画一个红点儿，就相当于记上了一笔功德。就这样呢，前前后后，刘爱呢给了刘安彤10几万。做一件好事儿，就老天爷会就是给人就多一个红点。被骗的侯耀华和刘爱类似可能是男人的原因，胆子比较大一些。刘安彤笔仙上身的时候还弄了一些道具来吓他。刘安彤告诉侯耀华，自己被上身的时候或者施法的时候呢，身边会出现一只怪手，或者呢是出现一些毒虫之类的。但是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有一次刘安彤眼砸了，笔仙还没上身呢，那只手就先掉下来了。侯耀华上前查看，发现是硅胶制作的假手。当时那个场面是相当的尴尬。从那次开始呢，侯耀华就开始怀疑刘安彤了，发现有很多的疑点。之前刘安彤说他在3年之内写了300首歌，但是他从来没有见过刘安彤写歌。从他10岁开始写歌，到他16岁，300首，1年要写多少？写50首歌。
我们这一天到晚就一直在忙乎应付这个神了鬼的这些事情，根本就看不到他写东西。还有就是刘安彤的年龄，声音比较像16岁的，但是皮肤怎么看也不像16岁的皮肤。想会不会是他疾病造成的，他比较过早的衰老了一点。还有一次，刘安彤胸口贴着纱布，说是让鬼怪给抓伤了，但是第二天发现纱布不见了，刘安彤的胸口位置根本就没有伤。安彤胸口曾经受伤的地方贴了一块药布的地方，那个地方非常光滑，任何伤痕都没有。最后呢，侯耀华做了一个测试，对安彤说我去借钱去，然后回来的时候请笔仙儿，笔仙儿问我借来钱了吗？我说没借到。笔仙儿说我先前就劝你别去借，就知道你借不来，但是其实我根本就没去借钱。测试的结果可想而知，侯耀华这才认清了刘安彤的真面目，于是呢和刘爱一起将刘安彤告上了法庭。法庭上，刘安彤依然是一副娇柔的样子，在那里撒娇，场面有一些搞笑。这个七仙女的老七说过吗？没有。没有？对，我说过小课里。你说过七仙女是说的我自己个儿。你请过七仙女下凡做过腿吗？请过，头一回那个钱给拿走了。谁拿走的？是不是仙女拿走的？不是。谁拿走的？我拿走了。你在他们2个人这儿一共拿的这个一共是10几万啊，这给他们造成的这些损失，你有什么想法吗？他们根本就不讲在一起的快乐。那钱是他们自愿给你的吗？是啊。自愿给你的，为什么还控告你呢？因为我用的方法不对。你都用过什么方法呀？我用过假肢，我用过假肢，我用过假肢，然后我跟张空用过判官摸郭里辉，然后用过，反正我搞过一些恶作剧，我做过。不过法官马上就公布了刘安彤的实际身份。刘安彤原名叫刘红霞，1971年12月23日出生在内蒙古。所以呢，之前他自称1988年出生，只有16岁的这个说法就是胡扯。他的实际年龄实际是35岁，而且呢，他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结过婚了，后来因为没有生育能力又离婚了。但是法庭上，刘安彤还是抵赖不承认。这个刘安彤出生日期是71年的12月23日。不对，我一直都是这么走的。是怎么走的？就一直是88年12月26。你的身份证号是多少啊？不知道。不知道你那88年是根据什么呢？你跟那陈占祥你认识吗？我不认识。有过婚史吗？我没有。你非得要下到地狱去还你的账吗？愚蠢的东西！那天是前班。你给我在我面前闭嘴！现在没问你，你别再拿出你这种德行来去博取人家同情。法庭辩论结束，下面由被告人做最后的陈述。我也想给您唱个歌。听后啊，咱法庭并不是说音乐表演。我不是那样子的人。行，就对你的要求还有吗？就是从轻处理是吗？然后我是吓唬人了，可我不是说是为了诈骗他，然后就为这个去活，不是。你的这个观点已经说过了，我都听过了，休听。根据侯耀华和刘爱的说法，刘安彤通过迷信的手段从2个人那里骗了总共12.6万元，每一笔都有手机短信和银行转账的记录，证据确凿。2009年9月，法庭宣判刘安彤10年的有期徒刑，判处罚金1万元。根据调查，刘安彤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绝症，只是有些肌肉萎缩，所以呢长得比较娇小。刘安彤在监狱里面呢也不安分，据说他很会整活，能说会道，在监狱里和其他的犯人以及狱警的关系都很不错，之后还获得了多次减刑，在2016年出狱万没想到出狱之后的刘安彤又开始整活了。2002年，有人发现53岁的刘安彤开始活跃在国内的短视频平台。他在广东创建了安踏鼓乐队，成为了安踏鼓的传销讲师。他自称出身音乐世家，在推销安踏鼓的同时呢，也成为了中老年人的心灵导师。安踏鼓中，他已经把很多科学的一些验证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快乐，为什么能够把心灵打开的状态，是
我们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引导学员的时候，加入了很多震动性的东西，比如震动你的太空穴，它是很快乐的。我光创造这个安达鼓，从非洲鼓到安达鼓的这个历程就都到10年了。鼓声的震动能够进入你的膻中穴，听着就有一些玄乎。但是话说回来了啊，推销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夸张，但是呢，只要没有犯罪，传达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啊，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骗子的招数并不高明，还是要多思考，保持警惕。好了，感谢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